黑瞳夜影扣柴扉，异象惊魂得舟回。阴风飒飒魑魅舞，井中长鸣莫轻为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当你独自一人在家，灯光昏黄，突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传来。你打开门，看到的却不是你熟悉的邻居，而是一两个孩子。他们年纪幼小，却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成熟和诡异。他们的请求或许很普通，借用电话，寻求庇护，或者只是问路。但当你注意到他们的眼睛时，你会感到一种本能的恐惧。那双眼睛是纯粹的黑色，没有眼白，没有瞳孔，就像两个黑洞，仿佛要吞噬一切光芒。你也许会想要拒绝，也许会想要帮助，但你最好不要让他们进来，因为当你一旦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或许就打开了通往未知恐怖的大门。这些孩子，他们到底是谁？他们又到底想要什么？在深夜的寂静中，你独自一人在家，或者正行驶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，突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你可能会以为是邻居，或者是迷路的旅人，而当你打开门或者摇下车窗，看到的却是两三个孩子。他们的年纪通常在6岁到16岁之间，衣着朴素，也许有些过时，皮肤也渗人的苍白，但这都不是最让你感到不安的。真正让你毛骨悚然的是他们那一双双纯黑色的眼睛，没有眼白，没有瞳孔，仿佛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正死死地盯着你。这些孩子被称为黑眼儿童，他们会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请你帮助他们，或许是借用电话，或许是需要搭车，或许只是想要进来躲避风寒。他们的声音可能带着一些机械的平板，又显得如此急切，似乎迫切地渴望进入你的空间。然而一旦你拒绝了他们的请求，你会发现他们的态度会发生惊人的转变。原本礼貌的恳求会变成强硬的要求，甚至会变成威胁。他们会不停地敲打门窗，甚至发出威胁的声音，要求你让他们进去。你会感受到他们的眼中散发出一种不属于孩子的恶意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迫感。这种遭遇绝非个例，世界各地都有人讲述着类似的经历。这些孩子就如同潜伏在黑暗中的幽灵，等待着一个被允许进入的机会。关于黑眼儿童的传说，最广泛认可的源头要追溯到1996年，在德克萨斯州阿比林的夜晚，一位名叫布莱恩·贝瑟尔的记者在一家电影院附近的停车场遇到了两个男孩。他当时正在车里写支票，准备支付他的网络账单。突然车窗被敲响，他看到两个孩子站在那里。这两个孩子，一个稍高一些，穿着灰色的格子连帽衫，另一个略矮，穿着浅绿色的连帽衫。他们的头发分别是棕色和浅橙色，他们的肤色则是橄榄色和苍白色。他们向布莱恩请求搭车，说他们想去看真人快打电影，但是忘记带钱了。布莱恩立刻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孩子们的声音像成人一样流畅，毫无畏惧。更让布莱恩感到不安的是，孩子们说：“我们不能上你的车，除非你说可以。”一种无法解释的压迫感让他感到头皮发麻。就在布莱恩试图拒绝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孩子们的眼睛变了，他们不再是正常的眼睛，而是漆黑一片，像是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没有眼白，没有瞳孔，只有纯粹的黑暗。那一瞬间，恐惧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他们开始威胁着说：“我们不会伤害你，你必须让我们进去，我们没有枪。”布莱恩急忙发动汽车，仓皇逃离。他惊恐地回头，孩子们已经消失在黑暗中。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了黑眼儿童传说的起点，一个从德克萨斯州的午夜幽影中走出来的恐怖故事。除了布莱恩·贝瑟尔的经历，在佛蒙特州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在一座不知名的小镇上，一对老夫妇在雪夜里听到了敲门声。打开门后，
他们看到一男一女2个孩子站在门口，孩子们请求进来，说他们的父母很快就来接他们。老夫妇出于善心，让他们进入了屋子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热饮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发现，孩子们的眼睛也是漆黑一片。接下来的事情如同噩梦般展开，房子突然停电，猫变得狂躁，丈夫的鼻子开始流血，而站在走廊尽头的孩子们口中说着：“我们的父母来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”最终，孩子们离开了，只留下老夫妇在黑暗和不安中颤抖。他们的生活此后也变得一团糟，接二连三的怪事发生。最终，丈夫被诊断出患了癌症，这如同诅咒般的经历，也成为了许多人恐惧黑眼儿童的原因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，关于黑眼儿童的传闻也如野火般迅速蔓延，人们在网上分享着自己的遭遇。这些故事虽然细节各有不同，但都指向了相同的恐怖。有人说，他们看到黑眼儿童在深夜的道路上徘徊，他们站在路边，伸着手臂，寻求搭车，或者在加油站附近游荡。有人说，他们在家中听到敲门声，打开门后看到的是站在门口的一群孩子，他们低着头，声音阴沉，反复说着同样的话。还有人说，他们在睡梦中或者半夜醒来，发现房间的角落里站着一个或几个黑眼儿童，他们就那样盯着你看，眼神空洞而恐怖，令人无法入眠。这些故事不仅仅发生在美国，他们似乎已经跨越了国界。在英国，一家报纸也报道了在闹鬼的酒吧里发现黑眼儿童的消息。一个重要的细节是，在许多报告中，人们都感受到黑眼儿童会利用同情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们会扮作迷路的孩子，恳求帮助，但一旦拒绝，他们可能会变得咄咄逼人，甚至开始威胁。而且，黑眼儿童还展现出一些超自然能力，例如他们似乎能够穿透监控摄像头，或者凭空消失。他们还可以在被拒绝后再次出现。有些故事提到，当人们提到电话这个词时，他们会感到非常不安，甚至有人认为，了解黑眼儿童的传说本身就是吸引他们出现的因素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人试图用科学的手段来解释黑眼儿童的现象。有人说，他们可能只是戴了全黑隐形眼镜的孩子在恶作剧；有人说，他们可能患有某种瞳孔放大的疾病。但这些解释都无法完全让人信服。全黑隐形眼镜虽然能改变眼睛的颜色，却无法解释黑眼儿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，也无法解释他们所带来的压迫感。而瞳孔放大则无法产生那种完全漆黑的眼睛的效果。更多的说法则将它们归类为超自然生物，例如吸血鬼、外星人、恶魔等等，但同样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也无法确定黑眼儿童是否真实存在，也无法知道他们的目的。但当你在深夜听到敲门声的时候，记得要先仔细看看敲门者的眼睛。